Man City 的核心阵容从来不是轻易能闯入的地方，毕竟在 Guardiola 那复杂如精密仪器般的战术系统里，球员们必须不仅展现顶级的天赋，还要具备无比的耐心与坚韧。而对于 Phil Foden 来说，他的人生故事就像是一部描写梦想如何扎根与成长的小说。在经历漫长等待后，这个来自曼彻斯特以南 Stockport 的年轻天才终于熬过艰难的岁月，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自从2024到25赛季开始， Phil Foden 的表现可说是非常令人失望。一个上赛季获得英超年度最佳球员以及 PFA 年度最佳球员的名字，如今却陷入了前所未见的低潮。截至目前为止， Foden 在英超以及国内任何赛事中14场比赛仅仅打进1球，甚至助攻也仅仅贡献了1次。而这一连串令人瞩目的空白，不免让人感到好奇，曾经的 Man City 中场魔术师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您对足球世界中不断崛起的新星感到兴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频道，请记得订阅、点赞这个影片，并分享给您的朋友。让我们一同见证未来的足球传奇如何在这个舞台上闪耀光辉。这个赛季 Phil Foden 的表现大幅滑落，我们不妨先回到故事的起点，去看看这位蓝月之子如何从纯粹热爱足球变成曼城的希望之星。Phil Foden 在2000年5月28日出生于 Stockport， 一个位于曼彻斯特郊外的朴素小镇。他的父亲 Phil Foden Sr. 和母亲 Claire 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勤奋又朴实。Foden 的童年没有华丽的物质堆砌，但 Ashley 区的街头巷尾却充满了一个足球少年的梦想。一个温暖且支持的家庭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也是他成长的养分。在这个灰色天气常伴的工人阶级社区 ，Man City 是当地人的信仰，而 Foden 一家更可以说是彻底的蓝月忠诚。那时的他还是个喜欢穿着 Man City 球衣到处跑的小男孩，常常抵着炽热的期待，牵着家人的手走进 Etihad 球场。他随着每一句 Blue Moon 哼唱，上千观众的声浪与震撼仿佛刻在了他的骨子里。足球成了他眼中最耀眼的光。那时候的 Foden 或许和每一个坐在看台上做着球星梦的小男孩没什么两样，但他不同的是，他的天赋在一次次街头足球的磨练中展露无遗。他在操场上像个斗牛犬，不轻易放弃每一次拼抢；他在脚下控球时，却又似艺术家般华丽灵动。这样的执着与天赋，终于让他在8岁那年敲开了 Man City 青训学院的大门，然后便是一条充满汗水但梦想不断拔节生长的道路。对这个有天赋的小男孩来说，这里就是他的第二个家。他不仅展现出了超龄的控球技术，还散发着让人难以忽视的领袖气质。正因如此， Man City 一直对这位小将青睐有加，甚至曾专门派出高级豪车接送 Foden 和队友们参加季末表演赛，足见俱乐部对这些未来之星的重视。然而 Foden 的成绩不仅仅体现在绿茵场上，他的父母认为教育与足球一样重要，因此坚持让他保持学业的平衡。于是 Man City 为他提供了奖学金，送他进了曼彻斯特著名的 St. Bede's College。这间学校孕育过多位足坛新星，包括 James McAtee 以及 Taylor Harwood-Bellis等。在 Man City 青训营里，这位少年展现了疯狂的成长速度，他的每一场比赛都引起教练组的注意。而到了2016年，事情迎来转捩点， Guardiola 亲自观看了他的比赛。据说当时 Guardiola 仍沉浸于调整 Man City 一线队的忙碌中，但当他看到 Foden 在场上的球技时，深受震撼，直言这孩子未来不可限量。自此 Foden 开启了自己青训学院到一线队的磨练旅程。Foden 的技术与对比赛的敏锐感，让他在 Man City 青训中快速崛起。他在青年队中总是那个能改变战局的人，而这也帮助他进一步获得英格兰青年队的青睐。在2017年的 FIFA U17 世界杯上，他作为核心球员，帮助英格兰夺得冠军，更勇夺该届比赛的金球奖，证明了他的不凡潜力。就在同一年，他完成了欧冠首秀，并拿下了 BBC 的年度最佳青少年运动员奖，站上了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那一刻 ，Man City 的未来在众人眼前展开。对于 Foden 来说，要真正进入 Guardiola 的计划并站稳脚跟，并非易事。一方面 ，Man City 队内竞争激烈，几乎每个位置都挤满世界级球星；另一方面，他的多面性反而成了一把双刃剑。即使 Guardiola 赞美他无与伦比的全能性，却也一时间找不到适合让他稳定上场的位置。
他曾在边路活跃，也在中场无私奉献，甚至需要扮演进攻和防守之间平衡的角色。于是 Foden 成了当时的万能工具人，但长期扮演替补角色的局面，也一度让外界质疑他是否真能成为 Man City 核心。然而 Foden 在漫长的等待里始终保持专业精神。2018年，当全队为庆祝英超夺冠而狂欢时，他选择与父亲一起去钓鱼，而非参加派对。当大家都在热议年轻球员容易因浮躁而失焦时，他却一头扎进训练场，不断挑战自己。Foden 如此稳重而专注，这样的心态鲜有其他英格兰年轻球员能匹敌。值得一提的是，他在2018年打破了英超最年轻冠军球员的纪录，并因此载入金氏世界纪录。当年的小男孩已经正式成为蓝月军团的一员传奇。2023到24赛季让 Foden 真正迎来全面爆发。在 Kevin De Bruyne 因伤缺席的背景下， Guardiola 尝试了一个冒险的战术调整，让 Foden 再次改变位置，扮演更为核心的组织者角色。这次改动给了他更多的自由度，也让他的球技全面绽放。他在53场比赛中攻入27球并送出12次助攻，以数据证明了自己的可怕威胁。而当他在场时 ，Man City 的进攻节奏被拉升到一个全新的档次。他对比赛的细腻阅读能力与场上即兴创造的天赋，令人叹为观止。Foden 之所以能在场上如鱼得水，归功于他极其细腻的技术，那种出色的 first touch， 极其狭窄空间内的控球能力，以及近乎 Iniesta 般的场上平衡感，都是他的招牌。而更关键的是，他总能在接球的刹那间扫描全场。只需数秒便能预判形势，从而做出精准的决策，是加速突破防守，还是选择撕裂空间的传球，又或者利用他标志性的左脚远射直接射门。这种阅读球赛的能力，甚至让人怀疑他真正的母语应该是西班牙语。此外，他曾多年作为边锋的经验，也让他具备协助快速反击的能力。他的传球总是带有一定侵略性，能轻易撕破对手的防线，为队友创造绝佳机会。关键时刻，他的1对1突破成为了 Guardiola 体系中的秘密武器。无论是为 Erling Haaland 创造射门空间，还是自己趁势冲入禁区完成致命一击， Foden 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他也因此被视为本季曼城最具威胁性的球员之一。Guardiola 曾公开赞扬过他的职业精神，并表示像 Foden 这样全心全意投入足球、不受外界诱惑的年轻球员实在罕见。而这正是 Man City 青训学院多年来所培养出来的价值观。无论是 Brahim Diaz、Cole Palmer， 亦或是 Jeremy Frimpong， 他们身上都留有 Etihad 学院的影子，勤奋、耐心、专业。不过 Foden 显然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位，他完全展现了青训体系的最高标准。然而，自今年夏天的2024欧锦赛开始 ，Foden 表现得几乎像是透明人。作为被寄予厚望的球员，他原本被预期在 Southgate 的阵容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经历了那个数据炸裂赛季的 Foden 本该大放异彩。结果呢，在关键比赛中，他庞复消失，对球队的影响微乎其微。无论是与队友欠缺化学反应、战术不对路，还是状态不佳，他的表现只让人留下单一印象。这不是我们熟悉的 Phil Foden。事实上，他在国家队的表现与 Man City 时完全是两个样子。一个惊人的事实是，回顾整个2024年，他甚至没有为英格兰国家队贡献过一个进球或助攻。在过去15场国家队比赛中 ，Foden 彻底哑火。他最后一次在国家队进球，竟然还是2023年9月对阵苏格兰的一场友谊赛。对于一名被认为是天赋异禀的球员来说，这样的数据实在难以置信。然而，更奇怪的是，英国媒体对他的失常表现居然晋升。与往常对年轻英格兰明星苛刻的批评相比， Foden 几乎被当作禁忌话题，只听到一些前球员小心翼翼地帮他辩解，比如 Michael Richards 那句“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来激活他的潜力”。而事实却是，这样的结果不该完全甩锅给 Southgate 或英格兰的战术安排。Cesc Fabregas 就直言，像 Foden 这样的球员，不该总是需要教练告诉他该做什么，他应该自己明白，想要去主宰比赛。话已至此， Foden 与英格兰国家队的分裂已不仅仅是战术问题，而更像是心理上的隔阂。从英格兰国家队的低迷回到曼城， Foden 仍然找不到自己的节奏。作为 Guardiola 体系下的产品， Foden 在 Man City 的表现通常是被精心设计的结果。他的位置感、跑位意识
以及理解瓜式足球的能力，使他能在复杂运转的机械式团队中闪耀。但这也正是问题的关键，他太依赖于这个体系。当他脱离熟悉的秩序，比如进入英格兰那种比较灵活且结构松散的战术布局时，他像迷失在陌生的荒野。更糟糕的是，瓜尔迪奥拉的体系虽然适合让一名年轻球员快速成长，但却可能限制球员的灵活应变能力。一旦 Foden 不再拥有体系中的保险网，他看起来就像个无头苍蝇。虽然 Kevin De Bruyne 的长期缺阵让 Foden 飞快成长，但同时 Kevin De Bruyne 的伤缺也直接冲击了 Foden 的表现。Foden 最出色的进攻特点，在两名防守球员之间找到微小缝隙，以刁钻角度制造威胁，恰恰需要像 De Bruyne 这样能精准传球的中场大师支持。然而，随着 De Bruyne 因年龄增长和伤病削弱， Man City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能与 Foden 实现那样的连线。尽管 Rodri 在中场的稳定和控场能力仍然关键，但他显然不是那种创造型中场。同样 Mateo Kovacic 及其他球员也难以填补这一空缺。再者 Man City 本赛季的整体滑坡也大大加剧了 Foden 的压力。从目前的排名来看，这支不可一世的蓝月军团跌至了联赛第7。球队过去几乎未曾经历如此困境，队内士气受到重创，而这样的氛围对 Foden 的心理压力无疑是雪上加霜。或许 Foden 的最大敌人并不是缺少技术支援或者战术适配问题，而是他自己。23到24赛季的辉煌高度，以及随后24年夏天的欧洲杯灾难，使他的心理承压达到了极限。上赛季还被冠以 David Silva 接班人、曼城未来核心等头衔的 Foden， 如今却被要求证明自己不只是过去的天才。在这个社交媒体至上的时代， Foden 选择用 Instagram 上传自己的奖杯照片来回应批评，而不是用场上的表现说话。这一举动只会让外界对他的态度更为失望。荣誉的光环或许仍在，但不能掩盖他如今的问题：比赛表现严重缺乏饥饿感与拼搏精神。更广泛的问题是，当今这一代球员的心理韧性似乎无法与过去相比，他们太容易被批评击倒，太依赖外界的赞誉，但当压力来临时，他们往往选择逃避或者找借口。对于 Phil Foden， 他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扭转局势，毕竟他只有24岁，而且天赋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仅仅依靠天赋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需要在心态上比过去更成熟。不管是面对媒体还是球迷，他应该接受批评，而不是试图用过去的成就自我保护。真正的顶级球员懂得如何转化压力，在球场上证明自己的价值。当前 Man City 的困境是否能被克服，还尚未可知。毕竟115项财政指控的阴影仍然让这支球队处于动荡之中。但无论外在因素如何 ，Foden 的未来把握在他自己手中。假如他未能及时找回自己的最佳状态，那些曾慷慨给出支持的媒体与球迷，很快就会化为最无情的批评者。届时，英格兰金童这顶桂冠也许不再属于他。回顾他的过去，你能清楚地看到 Foden 那份对曼城的爱深植于他的血液之中。他并不是偶然出现在 Etihad 的任何一场演出里，而是一步步用实力与忠诚赢得自己的位置。只是这一路上，那些未曾预料的波折，正像大雨逐渐拍打在原本晴朗的蓝天上，而他的故事才刚开始进入下一个曲折的章节。未来，我们将带来更多访谈、赛事分析以及对足坛新星的介绍。因此，请确保您订阅了我们的频道，与我们一起见证足球世界中的精彩瞬间。